来，新玩具叉社的合体金刚守护神终于出了第2款啊！这个中间拖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之前这个系列的大街玩的可是太迷糊了，变形结构太复杂了。我当时想急救员这套统一风格会不会也很夸张？但是没想到急救员相对来说比大街要简单很多了。食品说明书人物卡。 变形指示吧，中英文双语还算比较详细，但是毕竟有一些地方太绕了，看说明书不是很直观。车型的包装相对来说，叉社系列做的这些车型都是非常不错的，包裹的完整性很好，推车滚动很丝滑，橡胶的轮胎，合金的轮毂，也是拿起来挺有分量的。底盘来看，包裹度还算严实吧，透明的玻璃。 前边的车灯刻画，侧面的印刷，上方的这2个小警灯是红色的透明零件，里边嵌的银色涂装，完整性还都可以啊。拿在手里边一体性敦敦实实的，还不错。后边这一块的盖子可以揭开，救护车上人的位置，但里边这填的满满当当啊，武器可以挂在这儿。前方的车门位置也可以打开，往出揪一下。 根部这里有一个滑槽，里边有座位的刻画，但是这个面板吧也算是填的满满当当的。里边做一个戴亚克隆的小人，空间其实应该差不多。MP44那个 Spike 应该也可以塞进去啊。动画片里边车型的刻画还是有一些省略的，所以叉社的这个还是偏现实载具一些。那我们也是直接进入它的变形过程。首先第一步，拆开后方这个地方盖子，把门打起来。 后边的保险杠左右注意方向的顺序，先拆这一片，拉开，旋转一下，左右有一个燕尾锁咬着，把它旋转开。接着再把这一块拉长，根部的这2片是合金的零件，顺着这一块的缝隙，把扣子拨开。左右的这2片也有燕尾的插损，这一块还有一个啊，也是注意拆开的方向。 腿部的变形很好理解，其实就是换一个方向反包一下，把腿包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避让的东西还是挺多的。首先这一块的扣子已经松掉了，我们把它拉出来，往下翻转。在翻转的过程中，注意这里有2片挡肉的零件，挪开一下。这一块我个人建议啊，先把它顶出来一半，填在这儿，准备好。然后侧面这一片带轮子的。 顺着这个地方往开拨，这底下有一个转轴的位置，注意后面倒角的避让，打开，前方这一块保险杠也挪开，全部炸散掉的状态下，顺着后方这里的一个齿轮关节，我们逆向的旋转，小心这一块边缘的这个窗户角，让，转，先转横过来。 然后打开里边车顶盖儿上边，这里放着一个脚丫子，我们把它弹出来，再转，主要让的是小心这个位置，这角太脆弱了啊！这里是一个透明的零件，虽然根部这里是合金的关节啊，但这一块的透明玻璃还是有一些危险。好，继续转到差不多的时候啊，就把这一块2边分开。 左右打开，中间的这里呢，整个的放好。下方的这一块门板旋转一个90度，把这一块先夹到芯儿里边。好，同时的过，整个的包过来。在里边有一些插扣的位置，先注意一下。膝盖转到正确的角度之后，前方的透明扣子和这一块进行一个结合。 这一块的位置找上了之后，我们就先把这个中间的零件，挡肉也是挡膝盖的这片窟窿的，我们把它找，转好，填过来，把这一块填上，上方这里的扣子插上，腿肚子后方这块面板，这个插扣跟轮子侧面这里进行结合，包括轮轴的这个边缘也是卡住了这块板子。 贴好，把这些扣子都锁好之后，保险杠旋转一下，斜着别到这个洞里边进行一个固定。最后脚后跟翻出来，通过脚踝的双关节搓一下，
把这贴好。那这条腿我们就变好了。说起来是挺好理解的，就是反包一下，但是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有一些地方是比较绊手的，而且有一些零件避让的过程中是有一些危险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透明零件的那个夹角啊，所以呢，理解结构很好理解，操作起来这个容差空间给的有点小，不是很方便，变形一定要小心。上半身的变形，打开车门中间插扣的位置，滑道记得往床拉一下。然后后边的这一条根部又有个扣子，我们把它打开，在这个关节的根部是双关节，所以可以往长多延展一些。左右全部张开，我们把这一块前挡风玻璃打出来，这块板子撸起来，然后腰部往下折叠，稍微的挪开一些空间，两条胳膊顺着颈灯的位置左右就可以拆开了。先把这一块关节折起来，也是腾出来空间。翻到车底，前保险杠左右有两个插桩，把这里拆松，然后这两块90度折叠缩一下，顺着前方旋转180度，整个车前脸拉起来，往后翻腾出空间来，两个座位靠背折下来，然后肚子的这一块我们先往出翻，把脑袋顺着里边抠出来，左右看到两个滑槽，斜方向的，我们把它张开提起来，提，胸甲扩开，就可以拉出来更大的幅度了。这个时候里边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凶残的啊，是一个骨架的位置。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这块白色的零件旋转180度，在同时呢，也要把胳膊的这个转轴转过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过程，让出来后边的这一块，胳膊旋转下来，好，翻平即可。接着从后边这里红色的双关节位置，把这一层提上来，接着一段卷，两段卷，把它放平，填到后腰上。再看一下这边，双关节提起来，一段卷。两段卷，叠平，后腰这一块把它包起来。接着这一块上方的前挡风玻璃再旋转个180度，双关节往下放，这是背包最后的盖子。肩膀这里有多段的关节，整个的把它拉出去。这里边根部带合金的地方，整个提好，往前先腾开空间，拉出去它。好。对齐之后，这里左右的两个扣子是最后固定的地方，把前方的真车灯旋转一个180度，这里的两个黑色扣子对应刚才我们提到座位下方的插点，通过下方这根杆子的折叠堆起来，把这里的两个扣子对准插上，背包就算这样固定起来了。然后车门的位置往下折叠，顺着这个根部的滑槽往上提，提上来斜方向有一个插扣跟靠背的位置。这里在结合固定的时候，手指还是要垫在下方，毕竟这块板子是要旋转的。提上来，顺着这个插扣找到位置，把它扣住，贴好，然后把前边的这个车窗折下去，缩到背包里边。根部的这个合金转轴，这块是个合金的杆子，旋转调一调方向，转上来，这块有一个扣子跟黑色的边缘结合，整理一下，把它的书包就算背好了。哦，整个等于把一个车头炸散了，翻转了一圈，全部叠到背包里边。肩膀的位置继续往后调到它正确的角度上。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胸甲往上扣，扣上来，脖子根部这里有搭着的边，还有扣子，这里要塞好，卷进去，提上来，脖子后边这里的扣子挂上。最后胳膊的变形，把它立起来，注意这个地方是双段的关节，齿轮的，这个轴会很紧。下边的这一段先折起来，让出来这个倒角的空间，前方的盖板才能打开。
然后拳头翻出来。下方这里还有个颈灯，我们把它90度顶进去，藏到这个空间里，手转正。人形完成后，身高在20.5公分左右，个头来说其实还是不小的。但是这个身材比例修出来，感觉肩部会显得有一些宽。360度来看，人形包裹最后的完成度其实还是可以的。变形过程其实对于叉摄自家的产品来说还算适中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之前的那款大街，你想象一下那个东西有多恐怖。所以这一款急救员也算是简化了不少了。难点在于腿部这一块的一个空间的避让，而上半身的设计方式呢，也是把车头整个的拆碎了。全部翻转一圈，包在了这个尺寸并不大的背包里边。这个背包的大小了、厚度了，是在完全接受的范围之内的。而且变完了以后，里外面翻转，整个一个白白的一体性还不错，也并不会暴露太多的玻璃位置。腿部唯一感觉不爽的就是这两个保险杠啊，放在这里又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扣点位置，其实多少是有一些碍眼的。整款玩具拿起来是有一些分量的，它毕竟在关键的位置，还有一些配重的地方，就加入了大量的合金零件。脖子球形关节360度的旋转，点头抬头的这个范围也是有一些的，而且涂装造型方面做的感觉还可以。然后来看胸口这个位置，有一个外扩的斜方向的抽拉，也能保证了它真轮子变形状态下，在车型状态有一个很纤细的车型啊，人形状态下是一种双开门的肌肉型练块的男护士，这么去理解吧。肩膀位置这一块是一个合金的零件，平举也能举到挺高的范围，360度旋转，并且这一块算是一个蝴蝶的关节，二头肌左右旋转。胳膊肘变形的需要两段齿轮关节，所以曲臂的幅度非常大。手腕左右旋转，也可以张开，根部有转轴，三指连在一起的可动手，大拇指独立的旋转。腰部360度旋转没有干涉，弯腰的话稍微有一点点。前踢齿轮关节，后踢、侧踢，还挺大的幅度啊，都不会干涉。根部这里左右有转轴，大腿和膝盖这些位置都是合金的，但是虽然说有两段齿轮关节，可动的范围吧，最大也就到这儿了，后边还是这一块独立的这个保险杠啊，会干涉到脚踝左右接地，因为有双关节的抽拉，所以调整的幅度还是挺大的。此外呢，盒子里边还带了这么一个维修的平台，相当于医疗舱的这么一个位置啊，但实际呢，大家也都知道，这玩意儿是合体的一个手臂的部分啊，相当于是骨架。这个变形也是很简单的啊，大手跟这么旋转翻出来，然后把这一块带有液压的齿轮关节折下去，接着把这一块旋转打开，再放下来。里边这个空间呢，就把这个维修的手臂都团起来，叠放进去，顺着这里边的关节折，然后咱们来把它变成合体的模式。首先第一步，按着裆部这个凸起来的这个头，这是一个弹簧的开关，按下去，按到底之后就可以把这上下半个揪开，分尸行动。接着就是上下两半各自回归它的车型，逆变一下。腿部依旧是需要注意旋转避让的时候这一块的夹角。另外呢，在变形车型的时候，腿部其实不是直着放进去的，我们调开看一下，大腿是这么一个斜方向的角度，并且腰部也是一个斜着大概3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范围。好，挪过来。在结合的时候啊，腿部和胯部这里摆斜了之后，侧面有一个扣子和侧裙甲这里钉上。所以最后，如果你发现这两块边上的扣子没有搭住，或者说车顶这些地方的缝隙没有密合好的话，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胯部没有掰弯。你看斜着的这么一个角度啊，包括你在一体变形成车型的时候，腰部这里因为有往后翻的一个弯腰关节，所以你的腰部最后变完了以后，这块是斜着的30度。
那上半身在变形完成后呢，也是回归到面包车形态下，但是记得把前方的这一块盖子要打开，大挡风玻璃调整成这样的形态，也是为了还原 G1的那个样式啊。这块的盖子要掀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掏出来这个大手的骨架，顺着后边的4个插点，把前半个车给它插在这儿，后半个把小臂的下方转轴这样打开。继续4个插点扣上，接着把这一块整个的包过来，下方这里有2个小扣子，跟车底的位置进行结合，所以这一块的变形必须得到位啊，卡上。但是吧，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后车窗的位置跟这一块手腕处没有一个固定的卡扣进行连接，单靠这个轴的力度撑在这里，我总感觉晃里晃荡挺危险的。将来以后刀刃那一块的手臂合体，我不知道这一块怎么去固定的。但是目前来说啊，将来如果就算你合体成大手了，这一块不要拿枪，不要拿东西，我担心这一块的轴支撑力度太危险了。就这一个螺丝铆钉穿进去的，这块没什么固定，就靠形状定在这里。50公分合体的守护神急救员的这条手臂造型上边来说，360度的完成度还不错吧？大手的这一块可动性也很好啊，包括肘部的2段齿轮关节范围也是很大的，里边还有液压杆、合金的这一块零件。肩膀的蓝色零件应该是跟这样转一下，到时候侧台齿轮里边带液压，支撑的力度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并且这一块的关节做成了一个外扩的蝴蝶轴，而且它是用这种骨架的形式偷换概念，在合体形态下，急救员会莫名其妙的被拉长，所以它也是加了一段的这个玻璃啊，让它整个的延长出来。还原度、造型来说，看着都是不错的，但是这个的合体模式也太作弊了，就相当于把车整个的前后揪开往上面一挂，说白了跟飞天虎的那个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我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讨厌这种外挂式的作弊合体方式啊。但不得不说，如果是你懒于变形的玩家呢，直接从车型的状态下掏出盒子来，腰部扣子往开一撅，咔咔往上一组装，你就可以完成合体了，也倒是便捷。那么以上便是叉社的这套急救员了，大家觉得这套产品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